在这个被高墙死死封锁的重工业废墟黑烬岛，没有绝对的法律，只有最原始的物理厮杀。东部的皇帝师团和西部的黑烬联合会，将这座岛变成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废物，今天的料呢？我不是已经给过你们了吗？什么？师傅，你也配跟我顶嘴了？在这里还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那就是个人永远无法赢过团体。不凡，我马上就要加入皇帝之团了。你这个废物要是能表下忠心，没准我们以后会赏你一点垃圾吃呢。就算我能在0.1秒内看穿他发力时右臂的致命破绽，但我这战五渣的废物身体却连格挡的力气都没有。废物！明天要是再交不上废料，老子就把你扔进海里。你要是不服，就把你那个暴徒哥哥叫来。哦，对了，他早就不要你了。你要走？为什么？我可以捡废品养活自己的。我受够了你这个废物，我要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哥，你在胡说什么？我是你亲弟弟，也是你唯一的家人啊！你要是敢在外面说是我的弟弟，我就杀了你！楚凡，这是你那个暴徒哥哥吧？他被楼顶掉落的钢筋砸死了，交半管营养膏，尸体你领走。你把我当垃圾一样，自己却这么轻易就死了。我没钱，他既然抛弃我去追求暴利，那死在街头就是他的宿命。烧了吧。等一下，既然你不要尸体，就把遗物带走吧。这下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没什么可难过。我已经这样过了5年了。皇，我最近物色了一些新的人才。楚萧，你还在干这些暴徒的勾当啊？李斯这个渣子，死1万次都不为过，还想当王牌，永远不要录用这种人。我到底在做什么？楚萧，竟然是皇帝师团的暴君帝皇！你竟然为了称王抛弃了我这个双胞胎弟弟！你好狠的心啊！好，我这就毁了你的皇帝师团，让中心执法队把你们这些垃圾报复一网打尽。所有人到南部13区集合，立刻。什么？密码错误，剩余次数4，剩余次数3，如是剩余次数自动消除。这是楚萧的日记。整整5年的日记，楚
萧，你到底瞒了我什么？对不起，凡凡，你太弱了，我护不了你一辈子。这个吃人的世界会把你的骨头都嚼碎，我只能去当最凶的恶人，把你藏在13区这种无人在意的垃圾场里。我要把所有人踩在脚下，只有成为王，才能改变这该死的规则，才能为你打造一个没有杀戮的净土。我绝不能让人知道你的存在，即使你恨我。皇，如今东部已定，南部13区虽然是废料场，但盘踞了不少散兵游勇，我们不如把它收复，作为我们的战力储备区，后续还可以把整个南部占为己有。13区那种狗都不愿意多待的废区，也配当我皇帝师团的战力储备区？可是联合会那边，联合会我自会处理。从今天起，谁敢提一把战火往南部引，我会亲手拧下他的脑袋。是。凡凡，原来他打下的江山，都是为了给我建立一个不用挨打的家。你这个骗子！谁叫你为了我这么做的？你凭什么擅作主张？妈的，老子竟然落选了！皇帝师团真他娘的没眼光，老子还不稀罕呢！哟，这小子是在这儿哭呢，还真是窝囊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还给我！哎呦，这玩意儿还挺好用的啊！怎么？难道你以为自己是蝙蝠侠呀？把脸遮住就能当英雄了，真是做梦！垃圾，这么不结实。看看这小子，什么眼神啊！那是我哥的，那是我哥为了我，我宰了你！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个人是绝对给我打！无法赢过团体的。就算我在这杀了你，也不会有人知道的。我不能死，我绝不能死在这儿。你这个废物，现在是要逃走吗？给我滚回来！他妈的！他妈的！看看这小子，毒蛇老大，您为什么？是啊，为什么呢？谁叫暴君说你是个死10000次都不为过的渣子呢？他看你很不爽呢。李四这个渣子，死10000次都不为过，还想当王牌？永远不要录用这种人。不，我根本就不认识暴君，怎么会？暴君可不会轻易评价别人，你一定做了什么错事。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我。不，饶命！老大饶命啊！难道他们都是哥的属下吗？李四，你是不是渣子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只不过暴君的命令，我们一定要遵守才是啊！毕竟这就是我们皇帝师团。那时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哥的力量不是一个人强大，而是让所有人都为他疯狂。个人虽然无法赢过团体，但团体会被另一个更恐怖的团体撕碎。哥，你没走完的路，我替你走。我会赌上自己的命，把13区甚至是整个黑金岛打造成我们所期望的和平乐园。又不是世界大战，
暴君怎么会把我们全部集结到这种狗都不来的地方？不需要有疑问，因为暴君是我们的皇，而他的话就是法则。不知道皇去了哪里，又什么时候才回来？暴君有令，13区藏有联合回的眼线，全军立即展开肃清，宁扎错不放过，把联合回的狗全宰了。13区怎么会有联合会的眼线？这个废料堆，暴君到底在掩盖什么？如果接通了电话，我和哥哥不同的声音一定会被听出来，他立刻就会知道我是冒充的。不行，我必须利用皇帝师团重整黑剑道，在那之前，绝对不能让人知道哥哥已经死了。当时我推荐你收复13区，你表现得那么决绝，现在却为了这片烂泥大费周章，这不符合我们的战略。请给我一个理由。理由？现在的我可是皇帝师团的暴君，轮得到你一个军团长质疑吗？不肖，你什么意思？当年在鬼市，是我替你挡了3刀，这师团是我陪你打下来的，你现在竟然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楚萧吗？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楚萧吗？糟了，狂兽不只是军团长，还是个过命的兄弟，真正的暴君绝不会这样羞辱他。我越界了。找到了，可曾留下制衡他的把柄？3刀的情分我没忘，但你右边第5根肋骨下的暗伤，每逢阴雨天就钻心痛，只有我知道怎么治。想继续拿刀，就安分点儿。这种绝密确实只有他知道，但实在太反常了。难道他出了什么事？狂兽，你怎么不行动？你们不觉得最近暴君很奇怪吗？电话不接，人不露面，反而躲在终端后面谨慎地发号施令，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你肯定想多了，皇一直都是这样随心所欲的，我们作为下属只要跟着就行了。这样，今晚8点召开对联合婚行动最高战略会议，英皇务必亲自到场主持大局。如果你不来，我可以合理的怀疑你出了什么事儿，而导致无法出面。我会等你的。如果不去，皇帝军团就会知道哥哥出事了。如果去，我这战五杂的身体，只要被碰一下就会露馅。我自没退路，那我就用这颗脑袋去会你们这群野兽！狂兽那家伙城府极深，对联合会的战略会议绝对是他在试探。我必须用兵不血刃的话术压住这帮莽夫，绝不能让他们看出我不是楚萧。反正横竖都是死，那我就陪你们这群混蛋演到底。
伊布那帮联合会的狗崽子都要骑到我们头上了，黄到底来不来？黄，您的面具怎么了？重要吗？况且我才几天没回来，高塔的规矩就变了。皇，您终于来了，下令吧，我现在就去砍了阎罗那条老狗。呼吸变浅了，而且那件衣服底下感觉不到往日那种快要撑爆皮衣的肌肉张力，而且那股血腥和铁锈的味道也……不对，是洗过衣服了吗？暴君从不洗衣服的，他享受血腥味。砍了阎罗，毒蛇，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废铁吗？哼！皇，联合会敢嚣张，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摸清了我们的底牌。传我的令，第一、第二军团收缩防线，死守东部。我要让他们的情报网彻底变成瞎子。哼，皇的战术确实高明，只是以前的您可是能靠一双拳头直接杀穿西部的。今天您不仅要死守，说话的气息也这么弱，肩膀连动都不动一下。皇，您不会是在外面受了致命伤，连拳头都抬不起来了吧？这老狐狸眼睛太毒了。狂兽，你在试探我？放你娘的狗屁！凭什么敢质疑皇的身份？老子现在就劈了你！毒蛇，动动你那核桃大的脑子，我们的暴君什么时候当过缩头乌龟？他面具下的那张脸，说不定根本就不是主相。老子现在就证明给你看！皇，让这瞎了眼的叛徒看清楚您到底是谁！得罪了皇！好快，我根本躲不开。看够了吗？幸好我靠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提前用废机油伪造了这道一模一样的抓痕，不然就完蛋了。属下罪该万死，属下只是太想跟狂兽那个杂碎证明您的身份了，我咽不下这口气。证明？我看你是活腻了。属下冒犯了您，自会领罚。我再说最后一次，第一、第二军团收缩防线，死守东部，谁再敢抗命，我就亲手拧下他的脑袋。是，属下绝对死守东部，谨遵皇命。我最近有事要查，没事别找我。遵命，皇您慢走。长相一样，疤痕一样，连那股想杀人的恐怖眼神都一模一样，但这步子怎么看都太轻了。到底是这头猛龙受了重伤，还是条带着龙角的赖皮蛇？我必须得找个机会试探一下，逼你亲自动手。活下来了！这群不用脑子只用肌肉的怪物，简直太可怕了。狂兽那家伙肯定想不到，我不接招，不是因为看穿了他的计谋，
而是因为我根本连刀都提不动。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完善并实施它，把黑金岛改造成人间乐园。最高级别警报！怎么回事？联合会会长阎罗以近期边界摩擦不断为由，邀请皇帝师团最高统帅楚萧于明日正午在中部核心区进行最高规格的双王会谈。阎罗那个狂妄残忍的疯子，他的会谈绝对不可能只是动嘴皮子，他肯定会在谈判桌上直接动手试探。皇，阎罗亲自发出了邀请，全岛的眼睛都会盯着。您若是避而不见，联合会必会认为我们外强中干，甚至会认为您出了什么意外，接着大举进攻。我已经为您备好了车，明日正午我会亲自护送您赴约。狂兽这个老狐狸，他是故意把我架在火上烤。去赴约，面对和哥哥同级别的战力天花板阎罗，我一旦漏缩就会死无全身。去，哥哥出事的秘密就会暴露，到那时全岛都会被拉入炼狱。该死的！好，很好。既然你们都要逼我，既然不能动拳头，那就玩脑子。阎罗的利益诉求，皇兽的战略布局，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明天，我要在谈判桌上把你们这群只会挥拳头的莽夫算计到骨头渣都不剩。团长，路被堵住了，一群底层的小民而已，直接撞过去。那是我们是底层没错，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吃垃圾喝废水，就要任人践踏。我会改变他们，改变这里的一切，一定会。楚萧，你龟缩在高塔这么久，是不是怕了？北部的铁矿和南部的3条街，今天你必须让出来！让给你，阎罗，你西部的地下钱庄上周被劫了3批货，你麾下5个堂口连买营养膏的钱都断了，你拿什么跟我争？楚萧，我承认最近的你聪明了不少，但你别忘了，你东部3号矿脉的储量已经见底了，你的处境不会比我好很多。我现在就可以灭了你。不劳您费心，东部重工区的产出我已经全部锁死，只要我切断黑进水库3天的供水，你手下那上万暴徒就会为了半口水把你生吞活剥。你敢动我？什么？成了，这4只发达的蠢货根本不是我谈判桌上的对手。阎罗，就算你有1000万暴徒又怎样？别忘了这黑进岛现在是我说了算。我们走。去你的！楚萧，你脑子生锈了吧？在这废土上，什么时候轮到靠嘴皮子分地盘了？这疯狗根本不讲逻辑，他掀桌子了。你今天就算说破天，也得拿出点实力来。举手！暴君，你不是号称战力天花板吗？跟我手下这只小猫玩玩，要是你输了，你就把命和高塔的钥匙一起留下。我的智斗底牌被纯粹的野蛮撕碎了，不能打，一打我就死定了。皇，这等杂碎竟敢挑衅您的威严，不如您亲自出手，让他见识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狂兽在逼我，退一步是死，上也是死。
左肩下沉0.5寸，重心偏移。这一拳的死角在右肋，只要我侧身半步，又能用手指刺穿他的颈动脉窦。给我动起来呀！完了，身体完全僵硬，根本动不了。劣质的肾上腺素，为了杀我，你超量注射了3支吧？你右侧颈动脉窦的搏动频率已经超过了每分钟200次。挥出这一拳的瞬间，你的左心室就已经撕裂了。我不需要躲，因为死人是打不死我的。好死啊！他没有躲，他根本是不屑于躲。他在拳头落下的瞬间就看穿了敌人的身体极限，超越肉体的境界，竟然还敢怀疑他，必须立刻走。再待下去腿就要发抖了。弄个嗑了药的死士来跟我打，联合会已经沦落到派一具尸体来跟我打生死局了吗？真是浪费我的时间。不愧是黑金岛的暴君帝皇。下次想试试，派个能撑过一拳的来，这种的话，连让我热身的资格都没有。皇寿，剩下的残局，你如果处理不干净，这第一兵团长的位置，属下领命。那就是我们的皇。活下来了，我竟然活下来了。要是再多待1秒，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经过今天，狂兽那个老狐狸至少不敢轻易试探了。就算他还在怀疑，只要我还站着，他就是跪着的。哥，我一定会完成你的路，就从13区开始。王有令，13区的垃圾一个不留！饶命了，我们再也不敢了。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只要我藏在屏幕后面，这股力量就能永远为我所用，不用流一滴血，就能成为这座岛的神。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完成哥哥的目标了。
玛丽，这名字怎么没在皇帝师团的名单里见过？亲爱的，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亲爱的，这是我哥的女朋友，那个满脑子只有肌肉和暴力的杀神，竟然有女朋友！你最近一直在躲着我，是出了什么事吗？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你，如果你今天还不见我，我就直接去你家找你。去我哥家？如果他找上门，一定会发现暴君很久没有回家的事实，那时候肯定又会引起怀疑的。不能让他去，绝对不能！我得想个办法。对，去赴约，但绝不能以楚萧的身份去。这就是我哥的女朋友，这种级别的大美女，竟然会看上那个只会打架的莽夫。你是玛丽吧？皇今天很忙，没空过来，所以派我来拿你说的东西。跑腿小弟，他平时不是最讨厌别人碰他的私事了吗？看来你很受他的信任。他最近还好吗？皇好得很，他让我转告你，等他处理完联合会的事情，自然会来找你。东西给我吧。给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啊。你在胡说什么？你装的挺像的，但我知道楚萧已经死了，是我亲手杀了他。你在胡说什么？暴君怎么可能会死？他中了我设下的幻影毒，直接被掉下的钢筋砸得粉碎。这些你应该很清楚吧？哥，你怎么会大意到被这种女人害死？他那种满脑子只有暴力的野兽，就该死。杀害哥哥的凶手就在眼前，只要我杀了他，就能为哥哥报仇。可是你有着比楚萧还要凶狠的眼神，看来你这个替身还没有露馅。既然你杀了他，为什么不直接昭告天下，反而来找我？因为我不仅恨楚萧，我更恨联合会，恨这座吃人的黑镜岛。当年我哥哥就是在这群野兽的火拼中被打成了植物人，我要把这里的规矩全部砸碎。你想利用我？合作而已。你继续顶着暴君的壳子把水搅浑，我给你联合会的绝密情报，这对你这个随时可能露馅的废物来说，可是救命稻草。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设局？你没得选。要是我把这件事说出去，别说躲在手机后面发号施令了，你连活过今天的资格都没有。他说的对，要是被皇帝师团知道我在冒充哥哥，一定会被撕得粉碎。你想要我做什么？继续伪装暴君，我要你利用皇帝师团把整个黑镜岛洗牌。但你太弱了，你需要向我证明自己。怎么证明？去收复北部不受管辖的霸主孤狼，限期3天，做不到，我就把你冒充暴君的秘密公之于众。
证明给我看你是龙的传人，而不是妄想挂上龙角的赖皮蛇。哥哥的日记里，关于孤狼的记录几乎是空白，只写了一句不可招揽。我对这头猛兽一无所知。玛丽这疯女人是在逼我送死，但我没有退路，看来只能亲自去一趟深水港探探她的底了。这破身体才走2步就喘不上气了。哪儿来的老鼠，敢来深水港偷看？老大，我们抓了个贼头贼脑的探子。你长得很眼熟，联合会还是师团的狗？不管了，直接宰了喂鱼。这孙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连审都不审！你如果杀了我，明天深水港就会变成联合会的屠宰场。屠宰场？你最好有个能让我不杀你的理由。联合会最近动作频频，他绝不会放任北部这块肥肉不管，必须用他们的逻辑来压制孤狼。深水港地势易守难攻，但你们的左侧防坡梯已经年久失修，而且码头最近断了3批药品和净水，你们内部早就虚了吧？联合会里有一条算计到骨子里的毒蛇，他今晚一定会派人从左侧潜水突袭，先毁掉你们的物资库，再大举压境。你杀了我，就等于放弃了唯一的情报。满嘴跑火车的废物，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10分钟后，联合会的大军就会出现在你的大门前。敢不敢跟我打个赌？10分钟后如果没来，你这把铁矛随时可以砸碎我的脑袋；但如果来了，你就欠我一条命。这几天的战局太精妙了，暴君那个只会用拳头的莽夫，哼，绝对下不出这么好的棋。朱脑，您的意思是发号施令的另有其人，会不会是狂兽？哼，狂兽？他那点小聪明，连给我提鞋都不配。真正的暴君，恐怕早就死了。死了？那现在发号施令的人是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传令下去，立刻突袭北部的深水港，既能试探师团的反应，又能收复那块肥肉，简直一箭双雕。时间到了，装神弄鬼的老鼠，去死吧！3、2、1。老大，老大，不好了！联合会的人打进来了！竟然真的来了！是孤狼那个患病的弟弟有福，力量不够就用脑子。给我起！大哥哥，你为什么失去亲人的这种滋味，我一个人尝就够了。有福！哥哥，是这个大哥哥救了我。你明明是个连反抗力气都没有的废物，
为什么连命都不要去救他？你到底是谁？这长相，你是暴君？不对，暴君脸上有疤，而且绝不会这么瘦弱。你猜的没错，真正的暴君楚萧已经死了，我是他的双胞胎弟弟楚凡。暴君死了？不可能！这几天师团一直是我在用哥哥的手机发号施令。联合会已经打到你脸上了，你需要一个强力的后盾。我不是代表皇帝师团来招揽你的，而是我个人需要你。我要你效忠的并非师团，而是我这个废物楚凡。你很强，如果能加入我的师团，我能给你不错的条件和地位，但你有弟弟要照顾，这种地域不适合你。守好你的北部，要是敢搅和进我的师团，我连你弟弟一起杀。难怪当年暴君放弃了招揽我，他嘴上说的冷酷，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这种有软肋的人。孤狼，你不是在为师团效力，而是为了有福而战，为了给有福一个家，一个充满和平、没有战争的家。我会帮你，我会把整个黑镜岛打造成和平乐园。你们兄弟俩都是一样的蠢。我孤狼愿加入皇帝师团，但我的命从今天起只为你楚凡一个人卖。你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连横会，我们的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不费一兵一卒，甚至连高塔都没出，就让孤狼那头疯狗俯首称臣。楚萧那个满脑子只有暴力的莽夫，绝对不可能用出这种兵不血刃的阴险手段。那个面具底下的，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深水港的溃败证实了我的猜想，高塔里那个能让孤狼臣服的家伙，绝对不是楚萧。楚萧恐怕早就化成灰了。主脑，只要你一句话，我现在就去拆了高塔，不管暴君是真是假，我都会把他碎尸万段。蠢货，那个假暴君一定掌握了能调动高塔兵力的黑金终端。既然对方是个喜欢躲在幕后玩云端指令的聪明人，那就说明他的本体极其脆弱。之前的指令是从南部13区发出的，去13区的废料厂，把那只带着终端手机、躲在下水道里装神弄鬼的老鼠给我挖出来。
半机械改造体，扫描锁敌，是联合会派来的疯狗吗？既然躲不掉，那就反客为主。别打我，我只是个捡垃圾的。老鼠，告诉我，皇帝师团那个戴面具的缩头乌龟，平时藏在哪儿？什么戴面具的乌龟？你们一定是找错人了。少废话，跟我走。你这张脸和帝皇楚萧还真是像啊！你认识我哥哥？你是楚萧的弟弟？忘记自我介绍了，我是黑镜联合会的主脑金烂，也是你一直以来的云端对手。终于露面了。我的对手？你在说什么？别装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一个废物的卑劣演技吗？交出终端手机，我留你全尸。手机终端？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如果我有那样的东西，我还会像现在这样被你们当条狗一样绑在这里吗？你看清楚我这副连杀只鸡都会喘气的身体，楚萧只会觉得我这个废物弟弟丢尽了他的脸，不然也不会把我扔在13区那滩烂泥里。5年，整整5年，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如果你见到了楚萧，一定要替我杀了他，把他千刀万剐。这副身体确确实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底层蝼蚁，他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绝对不可能在角斗场上硬生生扛住巨兽那开碑裂石的一拳。难道终端手机真的不在他身上？黄歇，给他松绑，扔回13区。主脑，这小子就算不是假暴君，也是楚萧的亲弟弟，就这么放他走？杀一个废物毫无价值。如果他真的一无所知，死不足惜；如果他在演戏，那就放长线钓大鱼。夜叉，派暗桩24小时无死角盯死他，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嘿，楚萧的弟弟，就你这副窝囊废的德行，连给高塔里的暴君提鞋都不配。主脑，兄弟们已经故意试探过好几轮了，这小子连最基础的肌肉防卫反射都没有。楚凡就是为了半口发霉的饭，连尊严都能踩在脚底。主脑是不是太高看楚凡了？太自然了，一个人就算再无力，被踩进烂泥里，被人把脏水泼在脸上，也绝对会有本能的屈辱感，眼底至少会有瞬间的闪躲或怨毒。可他连心跳频率和咀嚼的速度都没有丝毫变化。太自然了，反而有鬼。他这层皮披得太完美了。给我继续盯死他！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他身边，也要给我汇报！
金兰，你以为派几条听话的狗，装几个破铜烂铁的网络头就能看穿我？你引以为傲的监控网络，只能看到我楚凡恩赐给你的画面。最高权限定时指令已发送，目标血洗联合会在西北部战略物资库，执行者第4军团长孤狼，倒计时10分钟。猪脑，出大事了！说，北部那个新加入的疯子孤狼，就在刚才，突然带着第4军团的精锐奇袭了我们的西北部战略物资库。他们就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我们驻守在那里的300多号兄弟全败，物资库被彻底炸成了平地。绝对不可能！物资库的坐标是绝密。这个时间点，这么完美无缺、降维打击般的战术奇袭，到底他妈的是谁下达的最高指令？是谁下达的最高指令？不在场证明，这是绝对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难道真的是我这个大脑算错了？那个躲在云端发号施令的帝皇，根本就不是楚凡。难道楚萧真的没死？执旗者，金兰，你也不过是我盘中的一具傀儡。没想到堂堂师团的先锋队长，竟然这么轻易的就落在了我的手里。看来你真的很忠诚，我一句随口的玩笑就能让你只身闯入我的地盘。废话少说，暴君在哪儿？是啊，在哪儿呢？楚萧，甚至是躲在楚萧名字背后幽灵，给我听好了，你的先锋狂毒蛇现在在我手里，我给你1个小时，单刀赴会。不管你是真暴君还是假神明，不来，我就把它切碎了喂狗。金兰是个极度惜命的控制狂，他设下鸿门宴，主力必然集中在屠宰场正门与2侧通道，但他百密一疏，屠宰场 B3层的东南角有一条连接废弃水网的承重盲区，那里是防御的绝对死角。看来你的主子抛弃你了。巴图，动手。金兰，算个什么东西？还让我们皇亲自出手！皇让我带句话，你的防线烂得像张破网。没有任何通讯设备被截获，没有任何主力调动的痕迹，只有他，只有这个一直在我的眼皮底下装得像个彻底废物的家伙。不是幽灵，是你，楚凡，竟然用一副连狗都不如的躯壳，把我的大脑踩在脚底下摩擦。楚凡，我要一点点撕下你伪装的皮，把你碎尸万段。这是我刚从暗网拦截的绝密，
当年玛丽哥哥的行踪根本不是意外泄露给皇的。把玛丽哥哥的位置做成执法队陷阱的假象，引楚萧去，只要楚萧动手打残他，这对兄弟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狂兽这狗娘养的，当年竟然是他暗中挑唆，害得皇背上打残兄弟的骂名。我要去劈了他！还不明白吗？狂兽的野心早就藏不住了。可皇最近的行事作风彻底变了，不仅不露面，连与联合会的对抗都变得紧密起来，甚至放任狂兽继续在师团里。你的意思是，皇难道已经被狂兽暗算了？恐怕不止。皇兽，大半夜带兵围堵高塔，你想造反吗？造反！我是在请君侧。兄弟们，你们有多久没见过我们的皇了？最近发号施令的，真的是那个靠拳头带我们打下天下的暴君吗？那个缩在里面不敢见人的家伙，说不定早就不是楚萧了。我们的皇很可能已经遇害了。放肆！没有确凿证据，你这是哗变！去他妈的证据！老子今天就要看个明白！今天见不到皇，我就血洗高塔，揪出那个藏在背后的缩头乌龟！你不是说知道楚萧在哪儿吗？我加入联合会就是为了找他报断臂之仇，他在哪儿？楚萧是个极度自负的疯子，他最恨就是别人冒充他。你想见他，很简单，你变成他，他自然会出来撕了你。你要我冒充暴君？穿上它，去黑镜水库的边界露个面，只要你引出他，你的仇就能报了。毒蛇，让开！今天没人能挡我！皇是皇！这体型，这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他没死，这不可能！现在的皇应该……楚萧根本没出现！妈的，那个兽皮猴在耍我！他利用我平息高塔的内乱，我要去宰了他！联合会的眼线已经看到了你冒充暴君的画面，你觉得多疑的金兰会留一个可能和师团有勾结的棋子吗？你算计我！这叫双赢。你想找到楚萧，想报仇，就必须活下去。只有我能保你。你想让我做什么？
很好，狂蝎。接下来，带着你对楚萧的恨意，去当联合会的卧底。我要你成为我插在金兰心脏上的那把刀。猪脑，猪脑，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的眼线告诉我，高塔的暴君在悬崖上现身，然后纵身一跃。但我那完美的无人机热成像却显示，那个跳崖的黑影背后有一条鹰鼠尾巴。告诉我，狂蝎，你是怎么和那个发号施令的假丢王搭上线？他让你穿上楚萧的衣服去平息内乱，难道你真的打算给师团当狗？我只是一条找骨头啃的疯狗！那个藏在背后的家伙答应我，只要我演这一出，就把楚萧的下落告诉我。加入联合会本来就是为了报我这断臂之仇。仇恨是这片废土上最纯粹的驱动力。既然高塔的假暴君信任你，那你就顺水推舟，去师团做我的卧底，潜入进去，找到那部能调动4大军团的黑金终端手机，然后杀了他。那样，我就会把楚萧的脑袋当做奖赏送给你。答应他。属下领命。金兰上钩了，但他生性多疑，就算我拿到了手机，也会在利用完我之后，第一时间把我灭口。联合会根本不把我们这种半改造人当人看。因为在资本和强权的眼里，底层永远只是可以消耗的数字。金兰的哥哥是中心执法队的总长，他们垄断了岛内所有的生存物资，把你们当成用来火拼的廉价耗材。你以为金兰真的会帮你找楚萧报仇？他只会把你这把刀用到卷刃为止。联合会的这群吸血鬼，老子早就受够了。楚凡，只要你能帮我撕碎金兰那砸碎的喉咙，这条命以后就归你管。我不需要你的命，我只需要你的眼睛。联合会西部所有防区的兵力部署火力盲区，以及金兰暗中调动的地下路线绝密防线图发送完毕。云兰，你费尽心机安插的这把刀，现在已经死死架在你的脖子上了。敢在我们联合会当内鬼，给师团通风报信！阎罗，你可一定要打死我，不然高塔的暴君就会把你们这群杂碎踩成烂泥！玛丽绝不能死，她不仅是我重要的情报员，更是杀害哥哥的真凶。就算死，也必须死在我的手上。既然要战，那我就把这黑金岛的天彻底捅破。全军听令，吾皇有令，目标西部黑产。今天就算是把那片烂地夷为平地，也要把人给我抢回来，给我杀！
黄的女人竟然像个丧家之犬一样，真可怜呐！狂兽，你既然来了，还不赶紧护送我出去！护送你？玛丽，别装了，我知道那个戴面具的家伙是个冒牌货，真正的楚萧早就死透了。只要在这里把你剁了，暴君已死的秘密就会永远埋在废土里。等我带着兄弟们杀光联合会，我狂兽就是黑镜岛名正言顺的新王，去死吧！敢动皇的女人，狂兽，你他妈真想造反！给老子滚回去！你怎么来了？少废话，跟我走。别停，继续跑！跟我来。你为了保住情报，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你不仅是个骗子，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看看吧，这是楚萧生前拼了命也要隐藏的绝密。我就是因为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才明白了他所有反常举动的真相。中心执法队，父亲，我们的父亲是被人害死的。你父亲是中心执法队的创始人之一，却被现在的族长金烂的亲哥哥金灿暗中迫害致死。他们为了掌控整个黑镜岛的物资命脉，封锁了所有真相。原来他不只是为了我，他去当最凶的恶人，去建立皇帝师团，都是为了有足够的力量去查清父亲的死因，去对抗那个垄断一切的土皇帝。你哥哥并不是为了权力而称王，他建立高塔，满手血腥，只是在为你、为你们的父亲，在这片绝望的废土上寻找一条活路。金灿，中心执法队。原来你们才是把黑镜岛变成地狱的罪魁祸首！只要我楚萧还活着一天，
资本的屠刀就休想落在我弟弟的脖子上。我会把这一切的根源全部斩草除根，为父亲报仇，为我的弟弟打造一个再也不用挨打的和平家园。皇，属下该死。暗王给的情报说，他是中心执法队派来刺探您底线的高级卧底。属下也是怕他查出您在搜集金灿的罪证，这才引您亲自出手。谁知道情报竟然是假的，他只是个普通的帮派混混。假情报，这分明是你狂兽为了夺权，故意借刀杀人。你想让我彻底背上残杀无辜的恶名，断绝我和其他势力结盟的最后一条退路。滚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是，属下告退。我不能杀狂兽，现在杀了第一军团长，整个师团就会彻底分裂崩盘。要对抗中心执法队那帮怪物，我还需要他手里的兵力。对不起，狂兽的算计，执法队的压迫，还有玛丽将来必然的复仇。这一局是我输了。但我楚萧哪怕是用自己的尸骨去填这个无底洞，也必须把我弟弟活下去的路铺完。他被楼顶掉落的钢筋砸死了，交半管营养膏，尸体已领走。你把我当垃圾一样，自己却这么轻易就死了。我没钱，他既然抛弃我去追求暴利，那死在街头就是他的宿命。烧了吧。这一次，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黑禁联合会，中心执法队，金灿，我楚凡发誓，必将你们挫骨扬灰。哥哥早就看穿了玛丽的复仇，他也看穿了狂兽的野心。但他深知，只要他这个暴君还活着，联合会和执法队的双重屠刀就永远悬在黑镜岛上空。他心甘情愿地放弃抵抗，微笑着走向死亡，就是为了用自己的死终结所有的仇恨视线。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当诱饵，把对抗霸权的火种和整个黑镜岛的底牌干净净的留给我这个战五渣弟弟！你这个自作主张的白痴，谁让你用命来换我的命的？楚萧，你这个大坏蛋！哥，你太累了。
你没杀完的恶人，没走完的血路，我楚凡来替你杀绝。我终于抓住你的狐狸尾巴了！那个把我们耍得团团转转的完美幽灵，那个拥有降维打击般变态大脑的幕后黑手，竟然真的是那个在烂泥里吃垃圾的下水道老鼠！楚凡，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主脑，属下这就去剁了他。调动联合回最顶级的杀手组，包围那片废墟的每一个出口。我要亲自去，把他这层伪装的皮，连带他的骨头，一起扒下来。楚凡，你这个只会躲在屏幕后面发号施令的下水道老鼠，你的底牌我已经全部看穿了。现在给我滚出来受死！金兰，你真以为老子会给你这种吸血鬼卖命？黄阶，你竟敢背叛我！黄歇，3点钟方向火力盲区，孤狼，左侧掩护，撕开缺口。可恶！金兰，我要你的命，来给这栋房子陪葬。军团长，您的肋骨断了3根，内脏还在大出血，绝对不能乱动。死透了！那个把我们踩在脚底下当狗的暴君，竟然早就死透了！属于我狂兽的时代终于来了！狂兽，你没死，滚回去躺着！现在没空管你这叛徒。不管我，那你们想管谁？那个连刀都拿不稳的废物吗？
那个废物耍了我们所有人，楚萧早就死了。这几个月发号施令的，根本就是个冒牌货。高塔不需要弱者，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师团的新皇。放你羊的皮！干纣皇嗣！老子现在就火劈了你！黄？不对，那不是黄。哈哈哈！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连只鸡都杀不死的废物！怎么，没了你哥的庇护，你不仅没躲进下水道，还敢跑回高塔来送死？他果然知道。看来你知道我的存在，却还说什么废物。没有我这个废物，你们这群只会用拳头思考的蠢货，早就被联合会的刀剁成肉泥，烂在黑产区的臭水沟里了。你放屁！都给我听好了，楚萧的确已经死了，但这几个月把阎罗的上万大军逼入绝境的是我楚凡，把联合会的主脑金烂当成狗一样溜的也是我楚凡。他到底在说什么？楚凡，他是皇的亲弟弟。什么？皇有弟弟？不对，你早就知道了！你个混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而且那是皇的家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够了！从今天起，高塔再也没有那个只懂杀戮的楚萧，反而只有我这个真正的王者。满嘴跑火车，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你这个骗子！深水港码头防波堤的左侧盲区，我算准了金烂的偷袭。鬼市地下屠宰场，我利用废旧水网的承重足点，指挥孤狼救出了毒蛇。毒蛇，没有我精确到秒的定时盲打指令，你在屠宰场早就被金烂大卸八块。没有我这颗大脑，你们这些只懂挥刀的莽夫，拿什么去跟联合会的战略物资库拼？那是黄，是新皇。我不管你是战五棒子还是废物，只要能带着我们赢，能带着兄弟们活下去，能为暴君复仇，你就是我们的皇！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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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蝎，楚萧已经死了。如果你想报断臂之仇，随时可以把你的锤子砸向我的脑袋，我会替我哥扛下一切。但在那之前，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帮我把这黑劲岛搅个天翻地覆。狂蝎，愿为新皇效死！楚萧，这世间终将如你所愿，而楚凡也会比你更加出色。疯了！你们全都疯了！竟然认一个连刀都拿不稳的废物当王，他拿什么带领我们？老子绝不服！给我死！
一下，就帮我处理了我的对手。背叛暴君，挑唆内斗，狂兽，单凭这条路径，我就能让整个师团的人将你剥皮抽筋。我现在留你的狗命，是因为还有联合会要杀。带着你的第一军团，乖乖当我的刀。等一切结束，你的账，我再慢慢跟你清算。狂兽愿为皇效死，望皇给狂兽赎罪的机会。跪下！见我们阎罗会长还不下跪？别拿这种破铜烂铁指着我，你信不信？我只要一句话，阎罗就会亲手拧断你的脖子。哈哈哈哈！有种，敢单枪匹马闯进我的地盘，楚萧的弟弟是吗？你比你那个只会挥拳头的哥哥有趣多了。说吧，想怎么死？是被我剁碎了喂狗，还是从这楼上扔下去？死！阎罗，你这颗脑袋如果还能用来思考的话，就该知道，你真正的死神不是我，而是那个天天站在你身后替你出谋划策的军师金烂。哈哈哈哈哈！你在挑拨离间！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刚从暗网拦截的金烂和中心执法队的最高加密通讯。让阎罗那个没脑子的莽兵带着他的炮灰去消耗高塔的兵力，等他们两败俱伤，我就会拿到黑金终端手机，带领执法队的武装接管整个黑金岛。阎罗不过是我用来踏平师团的看门狗罢了。你自称黑镜之王，但在那个戴眼镜的斯文败类眼里，你却不过是他手里的一条看门狗，真是可悲呀！你觉得我会信你？你可以不信我，但你引以为傲的情报网已经被金烂掌控住了，他下一秒就会出现在这里。会长，我听说高塔那个假暴君被抓来了。会长，你发什么疯？老子发什么疯？金烂，你这个狗娘养的杂碎！老子把你当心腹，你他妈的竟然把老子当看门狗，还想联合中心执法队吞了我的地盘！会长，这一看就是楚凡的离间计，这录音是伪造的，他在拖延时间。伪造？中心执法队的量子加密协议，整个黑金岛除了你哥哥金灿，谁能伪造得出来？金烂，敢做不敢当，你这第一智囊的名头还真是掉价呀！老子不管是不是离间，敢算计老子，你这总指挥的权力就该到头了。看来你们还有事要谈，我就不打扰了。判官，把金烂的指挥权限给我全停了，缴了他的通讯器，关进地下死牢，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见他。楚凡，你以为拔了我就能赢？阎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你们师团全都会被踩成肉泥！传老子的会长令，集结全岛所有能喘气的暴徒，全部给我压上去！今天我要用人海填平高塔，把楚凡那个小崽子连同他的4大军团
全部剁成肉泥！疯了！阎罗真的是疯了！超过2万名暴匪，他们连黑产区的底库都掏空了。我们4大军团加起来也不过1万人，这根本就是一边倒的屠杀！我们拿什么挡？闭上你的臭嘴！皇在这里，轮得到你来长他人志气？阎罗的部队确实庞大，但全是被愤怒驱使的无脑野兽。人一旦失去理智，就成了可以被极其精准预测的变量。黄歇，带着你的机械部队去右翼的废弃高压电网区，我要你在10分钟内将所有电容器短接，把那里变成一片死亡雷区。属下领命。毒蛇、幽影，你们带领第2、第3军团，在正面街区进行多层次切割战术，不要硬拼，利用废墟掩体，把他们拖入绞肉机。孤狼，你的第4军团作为压舱石，谁敢越过防线一步，就给我砸碎他！遵命。至于你，狂兽，带着你的第1军团去西侧的黑进水库低洼地。左右啊，你要表现得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逃跑，把阎罗的主力死死给我钉在那个碗底里。是。来吧，阎罗，我会让你知道。在绝对的智商面前，人数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数据罢了。给我压上去！他们就这么点人，耗也把他们耗死！谁敢后退一步，老子活劈了他！毒蛇，退，放弃 C3 街区，向左翼废弃工厂撤离。遵命！第2军团，孤狼，放开正面主干道，收缩防御圈，退到第2道钢铁闸门后。阎罗，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大礼。放他们进来，关门绞杀。阎罗虽然狂暴，但野兽的直觉让他不敢轻易涉险。必须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破绽。狂兽，到你表演的时候了。从西侧防线溃败，往黑进水库的方向逃。记住，演得像一点。如果阎罗没咬钩，我第一个杀了你。顶不住了，兄弟们，撤！快往水库那边撤！王寿那个缩头乌龟溃败了。高塔的西侧防线被撕开了，全军出击！给我碾碎他们！皇上，你跑不掉的，给我杀上去！
将军。好啊，发大水了！出发！你无知！楚凡，你这个只会耍阴招的阴险小人，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规矩，阴招。阎罗，你那可悲的大脑到现在还没明白，在这片吃人的废土上，能活到最后就是唯一的规矩。我说过，这黑镜岛，我说了才算。机甲，中信区执法队的机甲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完了，我们全完了！楚凡，你算尽了人心，算尽了地形，但你算不到中心执法队的绝对武力。在绝对的降维科技面前，你那引以为傲的智商不过是一文不值的垃圾！给我把他们全部碾碎！这种用废土垃圾拼凑出来的所谓军方机甲，为了追求极致的火力和承重，必然会牺牲掉动力核心的电磁屏蔽层，它们的内部线路就和金兰那颗自负的大脑一样，千疮百孔。狂仙，你埋在水库地下高压电网里的礼物可以引爆了。开火！怎么会这样？科技，金兰，你是不是忘了，在我的主场，就算是你搬来真神，也得乖乖给我倒下。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谋划了整整3年，我算计了每一个势力，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这个只会躲在烂泥里捡垃圾的底层废物？凭什么？凭什么？因为你这种高高在上、习惯了把人当棋子的所谓智者，永远只会坐在恒温的监控室里纸上谈兵，而我在13区的泥水里熬了整整5年。天蓝，你永远不会懂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联合会大脑上路。遵命！金奈，想死就给老子滚过来！皇寿，这背信弃义的杂碎，竟然还敢叛变！老子这叫自救！触犯那阴险的，小子绝对会秋后算账。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金兰，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带我去中心区。走，快走！中心执法队会保我们。他们往中心跑了，这就带第4兵团去截杀他们，绝不能放虎回山。不用追，让他们走。为什么？黄兽和金烂这种丧家之犬，逃回中心区，一定会为了保命而疯狂挑唆中心执法队，而这正是我们堂而皇庄向那些高高在上的资本剥削者开战的最好借口。参教吾皇！吾皇万岁！暴君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暴君万岁！万万岁！伪装的时代结束了，智商统治废土的新纪元会正式降临。哥，你用命为我铺的路，我已经走到了王座，但这还没结束。你和父亲想在黑镜岛打造的那个没有压迫有剥削的和平乐园，只差最后一步。